欢迎来到刷拿老师的正期修教室，欢迎来到山林老师的战棋小教室。今天是百年对峙的第二集哦，山林老师扮演的是英国加2TRP，那我们的法国玩家叫做 Mr. Eo，Mr. Eo。好，那开局呢，山林老师其实拿了3张很好的事件牌哦，这个税务改革哦可以扣债，然后剩下这2张都是外交。那所以山林老师就决定不要拿史威夫特了，然后拿哈雷跟苏格兰银行。那相当有趣哦，第一回合开了6张的外交投资板块，6张的外交投资板块。好，那法国玩家选择后手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一回合就是双方就是一直在抢外交，然后到了最后一动的时候，山林老师决定呢，就是把所有的点数用完，去抢这个印度的外交以及北美的外交，然后看一下法国玩家怎么选。法国玩家选择抢的是欧洲减两债。那在选择上，山林老师会觉得减两债稍微差一点啊，毕竟等一下会有3场欧洲的战争。那3场欧洲战争只要有减1期的话呢，都会把这个减两债的这个期拔掉。那 Mr. Eo 运气很好，山林老师运气很差，没有翻到减1期，所以他这个可以保留到后面。那他拿这个 Scotland 的这个外交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有 John Law 哦，他可以多减1个债。好，那第一回合就这样结束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战争的结果。那战争的结果算是山林老师拿到了 TRP， 然后法国玩家呢有2个 CP 可以占领额外领土，占领了这个制造海军的，以及把军舰踢走了这个。那算是各有所获啦，算是各有所获。然后开到第2回合。山林老师又傻眼了，怎么会只有一个外交投资板块？怎么会只有一个啊？原因就是第一回合有6个外交投资板块，那接下来第2回合可能只剩1个了哦，因为总共就只有8个而已，最有可能就是6+1+1。哇，只有一个外交，那谁可以决定先后手呢？山林老师不想第一回合得分得太多了，法国可以选择先手把唯一一个外交拿走，哦，痛不欲生。我们刚刚本来讲说山林老师拿印度嘛，然后法国玩家拿欧洲嘛，一人一个，现在没了，就是欧洲是法国玩家的，然后印度也是法国玩家的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没有啦，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撑下去。好，那想说法国拿2个印度外交嘛，那山林老师用次要外交拿1个啊，你2个我1个，我不要输太多嘛，对不对？结果这时候法国玩家打出一张事件哈，这个是奥地利跟西班牙的这个矛盾。好，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它除了有很好的基本效果以外，它的加成效果呢，可以给2点外交，这2点外交就可以去拿这个印度的动乱外交，很痛，就很像山林老师好不容易用次要外交拿到一个，瞬间就被翻面了，整个印度失守，痛不欲生。好，那在这个时候，山林老师就想说，3个印度外交，这时候就要想到一张牌是什么？卡纳提克战争。山林老师就在对话框里面写说，你该不会接下来还有卡纳提克战争嘛？Mr. Eo说，对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有。卡纳提克战争呢，可以根据外交的数量呢放这个动乱。他有3个外交，所以他放3个动乱，然后特权再放1个，他总共放了动乱。山林老师的印度被打得密密麻麻。那山林老师在稍微有一些控制的情况下呢，把我的动乱放在我自己可以移除的地方，所以我接下来把一艘船开过来把它踢走。我的堡垒呢跟我的船刚好各保护2个市场，我只要用1点军事点数就可以把它移除。但虽然说这是一个山林老师很漂亮的反打，但它其实不太算反打，它算是解救。人家放动乱是免费的，你解除动乱你要花1点。你这边总共花了4点，大概是追不太上了，就是一个极度劣势的状况。然后看一下第3回合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打。那这一场恰巧是他开出来这些货物，算是山林老师可以去处理的哈。威望的分数又拿到了，那3分刚好在印度，所以在第2回合的时候，山林老师其实一口气拿了8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3回合的投资板块。只有1个外交哦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外交投资板块总共有6个，第一回合开总共有8个，第一回合开了6个，第2回合开1个，第3回合再开1个，又是法国可以选择先拿走这一块。
那局势就已经烈到绝对没办法打后期，没办法打后期是现在要投降吗？不，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分数，现在的分数有6分。然后呢，三一老师的联合法令还在，要是三一老师可以在联合法令上面偷到2分，哦，这个是立即分数。然后想办法拼尽全力，虽然说点数输掉的情况下有点困难，先用联合法令从6分变到4分，然后再从4分推到0分。我只要在结算的时候拿到4分就可以了。拿到4分虽然说有一点难，但还好怎么样？还好这次开出来的货物呢，都是三一老师稍微领先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的分数。第3回合分数，威望跟货物呢这边总共有8分，然后地区的地方呢总共会有2分。那也就是说，三一老师呢，只要在这个8分的地方呢拿到3个，哦，拿到3个有6分，然后第4个打平，然后剩下这2个输掉，这边加总了总共会是4分，刚刚好可以赢这场游戏。所以我们等一下的目标就是要在这4个里面拿到3个，有1个是打平的。好，制定完这些策略之后呢，回来选我们的格布卡哦，回来选我们格布卡。通常会选老皮特跟商银行，但是我手上有什么？我手上有这个家族联盟，家族联盟可以让我打出这个 DP。如果我想要在欧洲威望或者是欧洲1分抢到的话，我是很需要这个 EDP 的。那又尤其是这些事件，它全部都不需要指定的投资板块。那这回合的投资板块总共有7个可以打。那大致上呢，我的构想就是要在第4个行动就尾动的时候。第4个行动尾动的时候，我要拿到这3片其中1片，所以我会有主要的经济点数，然后利用威廉还有家族联盟，我这边会有这个外交点数，我有主要外交点数跟经济点数，我就可以把我的自由点数打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想办法去拿到我要的分数。这个是第3回合的策略制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第3回合有没有顺利呢？好，第一动呢不意外就是法国抢先，然后选了外交，他把北美的这个外交拿走了，就是连北美都是他的，然后不管了，没有分数的东西我不管他。好，那三一老师用次要外交在这个爱尔兰偷放一块，看他有没有意识到要在苏格兰这边用次要外交再放一块，他可以阻止我。好，结果他没有。好，所以我就联合法令拉2分。那这时候我也加强一下瑞典的，瑞典这个威望我也加强一下，所以这时候威望我已经加3了。算是应该是有拿到威望了。那 Mr. E 有差不多在印度这边做手脚，他很想要把这个棉花跟香料把它抢回去。好，那三一老师呢，先继续巩固威望，然后渔获的地方差1，然后看能不能够就是渔获的地方也偷鸡摸狗把它打回来。哦，那这边到了这个法国的最后一动，我想说看起来好像有机会，然后检查一下事件，发现等一下，检查事件发现有没有哪一张牌特别恐怖的？有一张，这张叫欧洲大恐慌。欧洲大恐慌呢，只要这个法国玩家Mr. E 有他的债比我还要少3个以上，他就可以触发出来，然后拿这个4分，最多拿4分，然后在欧洲拔起一个。欧洲拔起是还好，但是如果他拿4分，我原本只要4分就赢，他拿4分之后就变成8分欸，这8分不可能啊，8分不可能，我拿4分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哦。然后呢，等三一老师回来一看，真的给我打出欧洲大恐慌加4分。我看到这张牌我就好，我们可以投降了。今天就播报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啊，没有那么快，然后没有那么快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三一老师看一下，Mr. E 有他的债，他有7点债没有用我们说现在局势大劣是为什么？因为法国有非常多的自由点数嘛。那法国有7点的自由点数，他没有用，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他没有领先我自由点数，所以他盘面就不会领先我太多。那三一老师就开始算了，那我如果要把这个局面拿回来，我怎样呢？棉花这个地方我消耗2个 MP，那我棉花就可以赢了。那香料我需要2次，所以香料我从这边进攻2次，我总共需要花4点的 EP。那渔获的地方呢，使用一个特权，那所以我这边也可以进攻2次渔获，我这边总共花4点。然后跨区域在1点，所以我总共需要9点的 EP 跟2点的 MP， 我不需要欧洲的外交了，不需要欧洲外交了，所以我总共需要9点 EP 跟2点 MP。这时候三一老师大喊一声：“阿维罗尼救我！”
手上阿尔维尔尼呢，这张其实是法国的强牌，但是对英国来说是加3年经济，在这个时间点刚刚好。那三一老师选择这边有2点经济，然后这边加3点经济，然后在我的 TRP 跟在的地方，我再加4点经济，我总共就会有9点经济点数，那就可以赢下这场比赛了。那赛后我也跟他讲说，我觉得你把点数用完，他应该会赢，然后他也认可我的想法这样子。那 Master E 呢，他其实是一流玩家哦，他的锦标赛里面是获得最多胜利次数的人，相当不错的一个玩家。好，那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绍百年对峙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在 RTT 上面玩。那我是山影老师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